嗨，大家好。昨天呢，我又重开我的牙医说重新开始我的牙齿健康时尚专栏的分享。在每次的骑行过程当中呢，留出一点点时间来回应一些网友、亲友哪怕是陌生人对我提出的一些牙科方面的提问，或者是我自己想到的需要跟大家去唠叨一下的牙科保健的理念，以及跟时尚结合的一些元素正好呢，也是因为一个契机我的孩子呢结束了他暑假回国休假，就要再次远赴遥远的异国他乡，回到他的学习环境当中呢，继续学习深造。作为家长呢，尤其是作为一名牙医责无旁贷的带着孩子呢，不仅是全身做了一些检查，得到了让人放心的各项健康指标正常的结果，同时呢，也专门去牙科诊所为自己的孩子呢做了详细的口腔的检查，也做了牙齿的保养。那我就想到在这样的开学季呢，有千千万万跟我孩子一样的学生可能远离自己的父母，在外求学，尤其呢是到了国外那种比较陌生的环境要满足自己的学习生活已属不易如果缺乏家长的指引的话，恐怕也不会有这样的意识呢，来去寻求一个牙齿的定期检查和保养。而且呢，他们可能还面对着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不仅他们在国外，在国内呢，同样也非常的困惑。大家会有这样的一种观念我们是等牙齿有了一些问题，有了牙病去找一家医院看病呢，还是说要像我整天跟大家分享推荐的你要去看一位你信得过的牙医在那边做一些定期的检查保养。因为我们国家的医疗从19年以后它完全是一种社会主义的形式，也就是一切权力归这个体系，一切资源归国有，由国家来运营，包括医疗资源在内的几乎所有行业产业就把曾经遍地开花的社区的私人诊所呢，全都转变为分级的国家管理的医疗机构比方说市一级的口腔医院、区一级的口腔医院、大学的附属专科口腔医院一回事。他们呢都是看病治病的专业医疗机构而且从属于同一个体系，都是以医院的面貌展现在老百姓面前。老百姓呢，如果要解决牙病的问题他就必须起早摸黑的去大的医院呢挂一个紧俏的看病的号好不容易挂上号的那些民众呢，可能还要等待漫长的就诊的时间。那最终呢，运气好的你就可以很快的解决你的牙病，但是对那些不是特别严重能够忍耐的很多老百姓呢，就选择等到严重到不得不去的时候才去麻烦医生其实说句心里话，他也不想麻烦自己跑那么远的路所以很多牙病呢，就在这种因为看病难，但有病呢又不得不去看病的这么一种死循环当中拖到不可药救，并且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绝大多数人都产生了对看病的一种恐惧并且呢，在经历了几代人大家也就慢慢形成了一种没病不去医院有病不得不去医院的时候呢，才到医院里面去寻求治疗。也由于多年来这种单一的医疗体系和结构，就使得老百姓呢，他知道那些大的专家有能力的医生呢，肯定在那些最顶级的最大的政府医院里面，所以这些专家呢一号难求，而这些医生们呢也是每天忙得疲于奔命，不可能匀出更多的时间呢照顾到他的每一位病人。其实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看病逻辑或者医疗文化的深层原因。这些在中国成长起来的孩子们他们自身呢因为身体尚好，几乎没有太多的看病方面的这种体验但是他们的父母、他们的长辈呢，在这方面早就有深刻的体验，很多人呢都心有余悸所以对于看病这回事，大家一直是讳莫如深，也很少呢会主动的向自己的孩子给予更多的建议和他们做更多的分享。
所以当这些孩子们来到了国外的环境面对社会形态的不同，其他的还容易适应，但是对于遍布各个街区的诊所，就是我们中国人俗称的私人诊所，大家呢深感茫然不知道要怎么才能够走进这些诊所去接受一种他们可能平生从未尝试过的诊疗的模式、看病的方式所以呢，这就是有很多的朋友他们在海外留学，也包括不少已经移了民的国人呢。他们面对远比国内丰富的医疗资源，但是呢，却裹足不前，宁可呢把小病熬成了大病，在等到回国的时候呢，再去大医院寻求专家的救治那我觉得这个实在是一个本末倒置的事情。所以我今天呢，因为时间关系我只是起个头。只是提出我这样的一个问题，是看牙病还是去看牙医这么一个问题希望呢引起大家一些思考。我们在未来的时间呢，我会花更多的时间来跟大家做这方面的探讨，让我们来进行一些思维的碰撞希望呢，即便不能改变你的观念，也希望呢对你有所触动在一个新学期开始之前，在你的孩子又重新回到国外的学习环境之中，在未来的这个1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怎么能够对自己的身体、对自己的牙齿、对自己的口腔健康得到一个全方位的照顾最起码呢，能够及时的找到专业的人士，得到一些咨询，并且呢，在出现问题的时候不要犹豫，及时的去解决牙病，把那些大的问题呢扼杀在萌芽之中这样呢对大家整体的身体健康一定是有益的事情。那今天呢只是开个头，我们接下来会从几个维度来深入我们的探讨，也非常欢迎观看我视频的朋友参与进来，或者呢把你或者你的孩子碰到的这些留学中或者去了外地求学这样一个过程当中遇到的牙病的困惑等等呢分享出来，让这样的讨论呢变得更为具体，说不定呢能够给更多的人予以启发，使得我这个频道呢真正能够起到牙科健康宣教，让更多人获益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呢就到此结束，谢谢您的观赏和支持，希望大家呢能够分享给身边的人也可以代替自己的家人亲友提问，看看我的解答能否帮到大家的忙，是否对大家有用所以呢，请大家还没有订阅的朋友呢，一定订阅我的频道。在这个之后呢，将会有更多的牙齿健康、时尚方面的内容呢，跟大家分享。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拜拜。